生命灵数缺3的人有个自己可能没感觉，但旁人一定认同的特色，就是你有够拽。在否认之前，可以用一个情况来测试一下，在说明你的个人看法时，是不是喜欢用绝对、死都不要、全世界都没人要这种最高级的强度来形容自己的看法呢？当有人问你这样说会不会太夸张了，你可能认为哪里夸张，是现有的语言不够用，这样只表达出你真实感受的30%而已，你和对方一样傻眼，感觉怎么会差这么多？不管你是缺3的人，还是身边有缺3的人，只要看完今天的节目，就能解开彼此的误会哦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拿回你的人生主导权，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小铃铛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今天来说生命灵数缺3的人会怎样，马上用你的灵数来签到，就不会找不到了哦。先说缺3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会有人缺3呢？这是指出生日期和计算生命灵数的过程中都不曾出现数字3，才算是缺3的人。像2000年2月2日生日的人，没有出现3就入选了。接着计算生命灵数，把2+2+2等于6，算式和结果2个区域中都没出现3，就完全确定了，是缺3的人，也是今天的主角哦。赶快用这个方法来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缺3，也可以算算身边的人是不是缺3的人。为了不要误会别人，来看个可能搞错的例子。生日2000年2月9日，和前面的例子一样，日期没有3，第一步骤过关入选了。再来计算生命灵数，把2+2+9等于13，再把13变成1+3等于4的4号人。乍看之下，2000年2月9日生日的4号人是缺3的，但其实不是哦。计算过程的数字13有3，13被称为剧本数，对个性有很强的作用力。就算只有一个3，也不能小看它具备的实力，所以不能只看日期就宣布缺3哦。那么来认识生命灵数的3代表什么吧。数字3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创意。创意可以说是将旧有元素以新颖的方式结合，或是提出独特非传统解决方案的能力。表现方式极为广泛，从艺术设计到科学研究，还有商业策略，甚至是日常生活的应对进退，展现创意都能为现况带来令人惊奇的火花。创意并不限于发明新产品，而是思考模式的突破。换句话说，创意就是解决问题的巧思。数字3的特色就是充满好奇心与探索乐趣，面对复杂或全新挑战的时刻，自动能跳脱框架，发现差异点，找到别人看不到的可能途径。数字3代表活化思维、快速学习力与适应能力，最强的优点是找到其他人还没发现的空隙，再从这个空隙让原来的事物发生质变。因此数字3很多的人或是3号人被认为是古灵精怪、天马行空、不受控的顽童，常常是团体里话题人物与开心果。重点来了，那么缺3的人会怎么样呢？你可能会猜，没有创意就很死板吗？当然不是，创意还在，但是会有点问题。请把数字3的创意想成一种功能，有3的人在出生时讯息输入的容量很大，缺3的人在出生时讯息输入的容量很有限，就像要 AI 生成图像一样，提示越多效果就越好。创意还是有，只是没有办法一次到位，要1创、2创甚至是3创才行，就是缺3的状态。因为你的原厂设定把创意处理器降级了，这可是灵魂规划的预设值哦，没想过吧？为什么要这样整自己？难道缺3有好处吗？有的，这会在会员福利里说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按加入哦。让我们回到主题，继续用前面的例子来说明。有3的人向付费 AI 几个关键词就能正确生成图像，但缺3的人向免费 AI 生成总是有点怪怪的。为了维持免费状态，只好拼耐心和毅力了。只要时间够用，总能生出一张满意的图，对吧？看着别人信手拈来、完全不费力气的样子，缺3的人肯定是会羡慕的。自己也是一样画葫芦，为什么就是画不像？
这会让你内心充满挫折感。当你不服输、不甘心的时候，你会越用力；又得不到自己期待的效果时，你会越生气。这股能量会强大到让你突然大暴走，一气之下说：“这烂东西，全世界都没有人要啦！”大家看不到你内心挣扎，只看到你做不到，还乱讲，真的有够拽，就变成大家对你的印象了。天哪，缺3的人该怎么办才好？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。一个有够拽的人，常常给身边的人带来气氛僵化，导致效率低下的连环困扰。当时间被耗费在无效沟通时，人的耐性迟早会消失。只要有人提出你做不到，竟然还这么拽，这下头痛了，大家会把问题都甩到你身上。若缺3的你已经受够了，想要结束这种烂戏码，请用以下的方法调整你的创意生成功能吧。第一，请理解创意的过程必然包含失败，将尝试视为学习机会，降低对完美和风险的恐惧。第二，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和多元的经验，多阅读不同领域的书，旅行与不同背景的人交流，为大脑提供更多可以组合的元素。第三，学习心智图或脑力激荡的工具，强迫自己练习思考3种以上的不同解决方案，即使这看起来有些很荒谬，透过持续的思维训练，当你的心态改变了，就能提升自己的创意潜能哦。调整创意的生成其实不难，对吧？缺3的人，请把这3个步骤变成你的习惯，特别是第一点，创意必然包含失败，这很需要练习。当你的心理和生理开始接纳之后，你气自己气到暴走的次数就会明显减少。当你停止攻击自己，旁人才不会被你波及。有了这样的余裕，你才有心情去打开眼界，到处多看多听，探索不同领域的人事物。当你越来越顺手时，就不会乱拽一通了。相反的，要是你身边刚好有缺3的人，每次从软化气氛开始，让你心累，为了安心过日子，你也可以用这3个方法引导缺3的人进化哦。观察他是在第几个阶段卡关，好协助他破关。要是他正在情绪暴走、口不择言的状态中，先拉开距离，你不用正面承接他的怒气。记得喵喵大师说的，缺3的人气的是自己，请等他冷静下来之后，再用前面说的方法帮忙他。只要他停止攻击自己，你就不会被流弹波及哦。有人说缺数是人生的课题，必须重生才行，但这是上个世纪的观点。在生命灵数 2.0 里，缺3的人只要接纳不厉害的自己，低空过关就好。说来你可能不相信，其实缺3是有好处的。例如有人简单说一句话，做一件事就被大家称赞，这种快速立即让人飘飘然的称赞，很容易让人为了得到更多的称赞而迷失自己。你得不到这种立即奖赏，刚开始难免沮丧，但时间久了，你会找到不用讨好大家的生存之道哦。喵喵大师希望你拥抱生命灵数的特质，认识自己的生日、灵数、剧本数、主题数、面具数、有数、缺数、流年，让数字的威力成为你实现人生的方法。选择自己有的、会的部分来进行，累积有效的努力，成果才看得见。只要方法对了，你的一切就会越来越顺利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按赞，用灵数签到哦。想知道缺3的灵魂想要什么吗？只要加入会员，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的钱，就能看到开启会员以来全部的讯息哦。感谢加入会员和超级感谢的朋友，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好命的哟。